今我大理铁骑的南下脚步势不可挡，此次围杀是各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。干你娘的阿良！本大爷要宰了你的驴！本店书籍概不还价，是赚是赔，全凭眼力。我只是想知道，这张渔网到底有多大？陈平安，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阿良前辈，请出剑。既然你们做出了选择，那么还有我了。别挣扎了，这孽畜故意不着急吃掉你，无非是在等你完全激发气血，否则哪怕吃了你，仍是消化不掉你的精气神。要晓得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补之物。束手束脚，无能是死，不如放开手脚，痛快一战！孽畜可不只是肉身强悍，他在100余年前吞吃了一位中武境炼气士，如今我们人也修成了2门道法。快，把此诀踩平，我就能不受此符束缚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快呀！再犹豫就来不及了！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看着自家长辈立节战死吗？朱路，别去！他们有可能是一伙的。2条孽畜全都不拦你，就是想让你踩掉那个字。你动动脑子！一会儿的，阿良前辈呢？他怎么不来救我们？我不管，我要救我爹，我要救他！你们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他的生死！真是费劲呐！救父心切，理解，榆木脑袋，同情。按照约定，我帮你们对付那个藏头藏尾的斗笠汉子。至于这些家伙，随便你们处置。骗人！你骗人！大黎这次封赏山河神奇，我撑死了就是恢复土地正身。可你爹竟然喊出了那位先生的名讳，实在是震撼人心呢。等于帮我魏博重新钦定了土地之身。若是他当时写出月字，我此时可能根本无需大理赤壁，就已是齐顿山的正统山神了。那个阿良呢？不拜山头也就罢了，还敢做我的交椅，还从中做个让月降字，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你找我？前辈，今日误会，是我唐突了。你们仨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啊！尤其是那张狂的笑声，很精彩，我喜欢。啊，都别动！哎呀，快靠我，
夸我呀，使劲夸我，我精夸，再肉麻我都接得住。阿良，你是不是又拉出去了？你要是晚一步，以后就没人陪你一起撒尿了。你大爷！小师叔，不打紧。爹，慢点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爹，您别说话了。多谢阿良前辈出手。到了红烛镇，请你喝新酿的杏花春。哎，老朱啊，大恩不言谢嘛，记在心里就好，说出来显得没那么有诚意呀。坑见大姐，不要再戏耍小的了，杀了他们！为什么？他们跟我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无缘无故，那两条畜生差点吃了我们，此人更是幕后的罪魁祸首。你明明有这份能耐，为何不做？这两条孽畜怎么就杀不得？哎呀，你这口气倒像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其实喜欢年纪稍微大一些的，我喜欢这样的。你不可理喻！鹿儿，不可无礼，一切交由阿良前辈自行处置。好啊啊，那我就说了算了啊！老话说得好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可害我受了这么大惊吓，没有一点补偿就不合情理了。我的亲娘嘞，头一回做这么大的乌龟。阿良，你总算做了件善事。哈，我要是有阿良的本事就好了。你能吃苦？当然，吃不了。那你就多看点书，争取以理服人，以德服人。我娘说过，谁吵架嗓门大，谁就有道理。我家本来就穷，我爹没出息，我姐也扭扭捏捏的，注定要嫁人。我就怕，等我娘老了以后，吵架吵不动了咋办？我要是靠讲道理，我们家岂不是得被人欺负死？所以，阿良，你什么时候再做一件善事啊？这李怀不得嘚瑟死，到头来反而我们宝平的小竹香最普通了。这片竹林算是他魏部的老底子，积蓄了100年的山地灵气。如果我是他，宁可多舍弃些竹子，换心中畅快。对于我来说，胸中那口气是否纯粹，要远远强过积蓄什么山地灵气。哎，之前跟你说的那件事，考虑的如何了？我会试一试。我希望你们能坐镇落火山，帮我看家护院。但进山之后，不可为了保父而杀人。当然，如果是出于自保，另当别论。听得懂吗？除此之外，我还有4座山头，但目前被圣人阮师傅借走了3座。离珠洞天虽然落地，但气数萦绕，你们应该懂得近水楼台的道理。奇墩山比起我家的山头，灵气肯定远远不如。你们在我家地盘上修炼，应该会事半功倍。你们是阿良降服的，他愿意放过你们，我不好说什么。
但如果我有阿良的本事，你们敢惹我，敢当着我的面胡乱吃人，今晚的宵夜就是对蛇肉。别插手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他陈平安是有，你也是有。大仙，这是何意？哎呀，我的宝贝们！你这压箱底的家当，是不是来自珠海洞天？也正是因此惹恼了某位仙人，一气之下摘了你的金身神位。齐墩山土地未剥，在下被前朝神水国末代皇帝敕封为山神，后王朝更迭，大黎宋氏崛起，在下因为某事惹恼了宋氏开国皇帝，又惹恼了仙家朋友，身份一落千丈，终是落得个从土里来回土里去的下场。如今仍算是戴罪之身。哎呀，真惨啊！大仙是如何晓得这根青竹杖的根脚？我曾游历过一趟珠海洞天，与那朱夫人交情不深，一般，很一般。你说，如果换成是我提条件，这对蛇蟒会怎样？二话不说，直接搬家。很好，你保住了半片竹林。大仙息怒，大仙息怒。我听说这对蛇蟒本是神仙棋盘上的黑白子，黑子是屠大龙的关键，所以知道进退，志向深远；而白蟒只是一颗弦子，行事便完全顺从本心。那你还敢让他孤身赴会？你猜他陈平安会不会求我出手啊？那肯定啊，没人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好啊，我们打个赌，我赌他会求，你赌他不会。那要是我输了，你输了，剩下的半片竹林就没了，我还会把你打回原形。敢问大仙，小人赢面有多少？1/10。100%。陈平安，只管狮子大开口，如果真出了事，我肯定会出手，别怕。大仙，这下我岂不是半点胜算也没了？那可说不准，万一这少年身上还藏了些压箱底的手段呢？好处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同意与否，你们自己选。阿良必然不会出手。我们家乡有一座螃蟹牌坊，其中有一块匾额上写着4个字：莫向外求。自己都做不到，如何要求别人帮你？这一点，阿良肯定比我更清楚。如果我需要阿良出手才能镇住你们，那你们早晚会无视约定，在我家山头随意伤人。所以，你若只是忌惮他，大可不必。你真的不救他，会死人的。让他自己选择。我看得出，你因为折损一翅的事而恨我，但既然你听得懂人话，也希望你能通人性。答应与否，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。丑话说在前头，若不答应，这下出事了。那也是他自己选的。我给过你机会，先来！
啊！不愧是他祖宗。哎，他的内胆你吞了便是，增长200-300年的修为不在话下。不过接下来去落魄山的事，还需要陈平安再问你一次吗？相依100年的伙伴，竟真能同类相识。一山容不得二虎，他们可没有你这般读书10里的运气。你看他的样子，其实早有打算。我也是顺水推舟。这个山精魑魅，皆以食为天，给了他威慑，再给点甜头，换来他帮你去落魄山坐镇气运，很划算。哎，少了一缕这么厉害的保命剑气，就不心疼？不心疼，之前攒在心里的一口气总算出了，现在痛快得很。哦，怎么个痛快法？以前我练武就是为了活命，但现在觉得目标可以再远一点，再高一点。你做了比亏到姥姥家的买卖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害得我输惨喽！你拣选一根好一点的老竹，我要换一把竹刀，就当是你朋友的赠礼了。还有，我那朋友帮你赢下了半座竹林，做人要知恩图报，你意下如何？理当如此，天经地义。哎呦，嘿嘿，坐地分赃喽！哎，规矩只有一条，一人一剑，不许反悔啊！想独吞啊！阿良，分了宝贝，这合租送我呗。你算哪根葱？我娘改嫁这事儿，你就别想了。但如果你娶了我姐，我就是你姐夫了。那就小舅子。小师叔，你怎么还不来拿宝贝？你们先拿就是，我最后一个选好了。没关系，小师叔，我帮你选。我给小师叔挑东西，我只要这本书就好，不跟你们抢其他东西。哼，嗟来之食，我才不稀罕。阿良前辈，这真是传说中的英雄胆。这是我给小师叔。哎，你收下吧。以后再寻一只养介葫芦，与之相辅到一左一右，悬挂腰间，招一匹高头大马，穿一袭红衣，策马走江湖。哎呀，谁不喜欢这样的姑娘呢？小师叔，阿良说这把刀可好了。好就收下，小师叔又不练刀。对嘛，陈平安是一名剑客。说话算数，这匣子归我了。哈哈，你有那么多宝贝放吗？还我！我答应帮你在落魄山建造一座小竹楼，做赏景之用。到时候，我便与黑蛇一同前往。希望我们的这桩善缘能够善始善终。好自为之。原来是这样。
前尘已矣，心生可期。他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福祸相依，不过如此了。真是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呢。我的眼界终年被宝贝竹林所困，看不到人间因果，心境更是浑浑噩噩。现如今甚好，甚好啊！感谢阿良前辈帮我解开心结，破去魔障。你知道那少年当时为何不喊阿良出手吗？甚至不惜浪费了那道极其贵重的保命手段。莫向外求。是啊，我曾是神水国的北岳正神，后来神水国覆灭，我身份一降再降，沦为如今连证明都没有的土地，更与你们黑白二子结为恶邻，纵容你们的恶行。我本求借着大离重新册封山水正神的机会，恢复土地正身，却从未想过，自古名山待圣人，圣人不来又何妨？我自可潜心成圣。算是那少年送你的乔迁之礼。这蛇胆石是世间最后一条真龙的灵血凝聚而成，天下蛟龙之属，梦寐以求之物。走了，你我便去那落魄山，做那落魄人。阿良说齐墩山的竹子很珍贵，要不要小师叔再给你重做一个，跟李怀他们的不一样？不要，这可是天底下最好的小书香，而且我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绿衣。这是什么配色呀？幸亏小宝瓶够可爱，不然能让人笑话死。阿良，等落魄山的竹楼建成，你给取个名字吧。就叫阿良寒猛楼。那我换一个含蓄些的，就叫猛字楼。听说那人是陈平安找来的帮手。不管他是谁，既然破坏规矩在先，那我大离就要跟他讨一个说法。我很好奇，那个叫阿良的刀客有多强？那就拭目以待了。